to Japan starts here. Let's go JP.com. 嗨，大家早安！大家早安！我是乐吃够日本的富米，我是乐吃够日本的明明。我们今天来到了九州的鹿儿岛，这一次呢要来一个南九州自由行，就是会一次玩遍鹿儿岛跟宫崎这两个地方。没错，九州有名是什么呢？就是美食。我们要出发之前呢，出身九州的同事呢就分享非常多他的美食清单给我们，所以这一次呢，我们要一一去攻略。真的，这一趟好忙哦！我们要吃鹿儿岛拉面，然后吃鹿儿岛黑猪肉、黑牛，然后宫崎的宫崎牛，希望我们可以顺利吃到全部。那我们这一次呢，要透过自驾的方式来玩遍整个南九州哦，那就 Go 准备去租车，出发！喜欢日本旅游，爱吃日本美食，想看观光列车与四季美景，快订阅我们！记得开小铃铛，接收所有通知，才不会错过新影片。我们刚刚一从鹿儿岛机场走出来，就发现这边有一个足汤哎，而且它的形状是做成樱岛的形状，但是因为天气太热了，所以我们就放弃它，不去泡足汤。你是不是剪头发啊？那个上次去冲绳被那个恐龙咬掉了。OK。而且他还有教那个鹿儿岛的那个鹿儿岛腔。对啊，你会念吗？第一个叫做什么？我要多啥？我要多啥？好的，我们取完车之后呢，第一站就要来吃传说中的鹿儿岛拉面。好期待哦，肚子饿了。那等等，我们第一个行程呢，因为想要直奔雾岛神宫。雾岛神宫它的位置在比较偏东北边的位置，跟鹿儿岛市区算是反方向，所以我们午餐呢就决定要就近在机场附近先解决一下。这一间鹿儿岛拉面偌大呢，它离机场非常的近，而且评分也还不错，所以我们决定来试试看。开动！那我点的这一款呢是他们的招牌，叫做豚骨吉拉面 Kiwami， 是不是看起来很厉害？那大家应该都知道九州这边的拉面啊，最有名的就是豚骨嘛。其实鹿儿岛拉面呢，他们也是豚骨汤底，但是跟博多那边的豚骨呢不一样的是，听说鹿儿岛这边的拉面呢，它是用比较清淡的豚骨汤，然后有时候还会加入像是蔬菜啊、鸡骨这些去熬煮，所以喝起来会比较清甜一点点，比较没有那么浓厚的猪味。开动喽！超爆好吃，那个汤头啊，非常的清甜跟浓郁，我觉得应该会很合台湾人的口味，很像那种家庭风味的蔬菜汤头融入豚骨里面，汤超好喝，而且那个面吸饱了满满的汤汁，超级入味的，好好吃。那另外呢，我点的就是盐味，那它看起来颜色又再更淡一些些。那看起来有点像乳白色的这个汤头，我们刚刚因为在拍摄嘛，所以稍微放一下下，上面就有薄薄的一层油，哇，很漂亮哎！哦，而且它爆多葱哎，超爱！好，来喝看看哦。相较起来比较清淡一点点，有些比较浓郁一点的口味会让你觉得太 heavy， 然后会比较不好负荷。它这个吃起来呢，就是对身体感觉蛮好的，很温和的口味。而且虽然刚刚波米说那个汤头上面感觉有凝结一层油脂，但是又跟那种博多的贝质不太一样，就感觉比较清爽，所以我觉得夏天吃也不会觉得太 heavy 太厚重。没错，配上这个脆脆的豆芽菜跟木耳，太好吃了。夏天吃这个就特别开胃，然后当然也不能缺少就是我们这个饺子跟饭的 set。你已经完全是日本人了耶。没错，就是淀粉加淀粉再加淀粉。无淀粉不欢。我们现在来到了雾岛神宫。那雾岛神宫呢，它据说是南九州这边最大的神宫。刚刚我们开车过来啊，真的远远就看到它最外面的第一大鸟居，非常非常的壮观。这个雾岛神宫呢，它也被列为是日本的国宝哦，而且这边祭祀的神明呢，是有着日本开国之神的穷穷储尊这一位神明。而且雾岛神宫的地理位置，我个人觉得非常非常的棒。我们刚刚从鹿儿岛机场开车过来，大概是30到40分钟左右，而且沿路会经过非常多田园跟森林，所以呢，开过来就有一种觉得身心都被大自然净化的感觉。然后一进到这个境地内呢，里面也有非常多树林，所以我觉得非常的凉爽，感觉身心都很放松。
这一个雾岛神宫呢，据说祈求姻缘还有体力回复也是非常的有名。我觉得我们很需要体力回复，毕竟我们常常出外景。那我们就马上进去雾岛神宫，祈求一切顺利。雾岛神宫是鹿儿岛最具代表性的古社之一，供奉天照大神的孙子天孙穷穷楚尊，被视为日本开国神话的起点。神宫最初建于高千穗峰山路，历经火山喷发多次迁移，如今的朱红色本殿于175年重建，融合桃山与江户时代的华丽风格，雕刻精致，气势庄严，已被列为国家重要文化财。当地人和游客都会在这边祈求良缘、平安跟开运，是九州著名的灵验神社之一。在雾岛神宫境内的右手边水手社后方，矗立着推测已有800年树龄的巨山，高35公尺，树干周长7.2公尺，被尊为九州南部山木的始祖。如果绕到树的后方，会发现一处形状像是戴着帽子的人正在合掌参拜，不知道大家觉得像不像呢？好，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地方是垂水市的 Nikko 展望台，要展望什么呢？就是我背后这个鹿儿岛的象征，哒哒，这个樱岛，真的很壮观吧？真的很漂亮哎，我很难相信它是一个活火山。没错，其实有点危险。樱岛呢，它其实过去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岛屿，然后因为这个火山熔岩呢爆发之后呢，让它跟陆地连接在一起。哦，是哦，原来是这样子。那我们刚刚呢，其实就是沿着这个鹿儿岛湾这样沿路过来，其实有非常多像这样的展望台，每个展望台呢都可以看到不同的风景，不只是可以看到樱岛之外，它可以看到前面的包括小渔港啊，跟各个渔船啊等等，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行程的时间安排，然后去选择看要走到哪边的展望台去看哦。樱岛火山真的超漂亮。之前我有听同事分享啊，他来这边出差，他就跟我们分享说，他觉得这一座樱岛壮观程度不输富士山。我个人是觉得，因为规模还是有差距，比壮观的话还是富士山比较稍微大一点。但是这一座樱岛真的也不遑多让哎。虽然今天呢上面的乌云有一点点厚，没有办法看到山顶，但我还是觉得这一幅景色超级漂亮。加上下面这个小渔村，这种都市看不到的风景，就是九州的魅力。说到这个呢，我们接下来是不是要来个厉害的了？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越过这座樱岛啊，游过去吗？游过去啊，跟那个游日月潭一样。我们还是开车好了。那我们要开到对面的鹿儿岛市区去继续我们的鹿儿岛美食。耶！我跟你说，今天晚上这一家很厉害，是鹿儿岛黑猪涮涮锅的知名名店。然后呢，我是千辛万苦定位，才终于定到位置，非常的期待，期待。好，那我们就再沿路看看樱岛的美景，然后准备回鹿儿岛市区。我们刚刚从垂水市的展望台要回鹿儿岛的市区，然后呢，他写的路线啊，竟然是要经过这个樱岛。原本我们是想要打算绕整个樱岛一圈的，但发现时间要太久了，所以决定要去樱岛搭船看看。没错，开车搭船，好期待哦！第一次。那个午餐是淀粉 plus 淀粉，现在晚上这个交通方式是交通工具 plus 交通工具。谢谢。谢谢。我们现在正在樱岛的岛上，然后发现一件事，就是开到樱岛上面就看不到樱岛了，哎。哇！但是呢，我们等等要体验，就是开车上渡轮，然后再搭到对面鹿儿岛港，再搭船到对面的鹿儿岛港。我非常的兴奋，因为我从来没有开车上邮轮过，希望等等会是一个很棒的体验。我们的船来了，福米怎么样？对，现在感想如何？第一次我们要挑战自驾上船，有一点就是未知。你刚刚是不是很紧张？对，我想说要怎么样把车开到船上面。它其实动线超顺的，它就有点像过那个 ETC 收费站那样子，就是你经过有一个人工闸门，那边会有工作人员帮你估价，然后它的船费呢，其实是用你的车体大小来做计算。那我们刚刚2个人的
人类乘船费跟我们的车子的乘船费加起来才不到2000日币，所以我觉得很棒哎，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，而且没有想象中那么难。那搭船的时间呢也非常的弹性，因为樱岛港到鹿儿岛港的船啊，竟然是24小时，大概15到20分钟就会有一班。然后开过去的话呢，因为也只是一个短短的鹿儿岛湾，所以大约也是15-20分钟左右而已，非常的省时间。真的，不然要绕一大圈，因为绕回去要2个小时哎。但如果搭船的话，大概45分钟就会到，所以推荐大家这个交通方式。回到陆地了，我们现在已经成功顺利到达鹿儿岛的市区，怎么样，富米刚？很棒的体验吧？蛮有趣的。但是呢，因为我们是坐在就是1楼的位置，所以其实外面看不太到风景。那我刚刚就有假借上厕所之名，就是到上面一般那种客人坐的位置，风景很棒哎，而且位置还蛮宽敞的。它的顶楼还有一个露台，很像那种台式的热炒店外面那样，我觉得还蛮有亲切感的。然后在外面也可以看到很漂亮的鹿儿岛岸边，还有樱岛的风景，真心大推。所以就算是没有开车的，也可以搭那个吗？可以。如果你是一般的乘客，没有开车的话，也一样可以搭这个船。也可以看到那样的美景。对，只有富米没看到，你只能回去看我们的影片。OK， 好，我跟大家一样。对，礼拜五晚上收看我刚刚拍的画面。然后我们今天晚上呢，会在鹿儿岛市区吃那个超厉害的黑猪涮涮锅，期待。没错。终于来到我们最期待的时间，那就是能吃到鼎鼎大名的鹿儿岛黑牛与黑猪。华联是由鹿儿岛农业协同组合直营的餐厅，店内使用的牛肉、猪肉等食材都是来自当地农畜产业直送，品质有保证的顶级食材。我们点的是特选鹿儿岛黑牛与黑豚涮涮锅，薄切的肉片在热汤中轻涮几下，油脂的香与肉本身的甜完美融合，每一口都让人满足到闭上眼细细回味。鹿儿岛黑牛的油花细腻，入口即化，香气浓郁；鹿儿岛黑猪则是以柔嫩多汁、鲜甜回甘闻名，完全没有腥味。餐厅内有很多漂亮精致的包厢，非常适合家庭聚餐或者宴请贵宾。如果来到鹿儿岛，千万别错过这里的顶级美味。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就能接受最新的日本旅游影片通知哦。大家早安！今天是我们的南九州自由行第2天。那我们现在来到了鹿儿岛中央站。今天呢，我们准备要移动到宫崎。那我们这一次要用的移动方式呢，非常的特别。我们要去体验一台叫做36+3的观光列车，它的内装非常的豪华。那我们会另外独立做一支影片出来跟大家分享，大家也记得要去看哦。好，那到了宫崎之后呢，我们也会去品尝当地的美食，到时候再跟大家分享。先去搭车喽。好，我们现在已经搭乘观光列车从鹿儿岛来到宫崎了。没错。那说到宫崎呢，这边超有名的一个美食就是南蛮炸鸡。哦，我超级爱，因为我爱死那个塔塔酱。我光听到南蛮炸鸡，我口水就流下来了。没错，那我们现在呢，就是要去当地非常知名的一间南蛮炸鸡的老店，叫做欧古拉。那现在因为时间还早，听说呢，它只要到晚餐时间，绝对会大排队，所以我们现在赶快杀去，趁还没有开始排队的时候，马上去抢先吃。就在那，有看到吗？不止看到，我还闻到了。哎，真的超香的哎！你想好要点什么了吗？当然是最大份的来一个啊！怎么跟我一样？我也是抢我台词。哎，它的外观感觉很欧哎，偏复古，对不对？对，它是那边当地在地老店。我觉得这种店一定好吃，而且这种店啊，没有当地人推荐是不会知道的。这一次我们是有特别问那个九州出生的同事，
来喽。说到宫崎县的名物呢，最有名的就是他们的家庭料理南蛮炸鸡。那南蛮炸鸡的料理方式我也觉得非常的特别，因为它是会把鸡肉呢先用醋来腌制过，上面再加上浓厚的塔塔酱，所以吃起来味道就是酸酸甜甜，我个人非常的喜欢。其实南蛮炸鸡呢也有分成不同的派别，有一些店家喜欢用鸡胸肉制作，有一些店家喜欢用鸡腿肉。除了部位不一样以外呢，腌制的酱料也有分成比较酸或是比较甜的口味，那就看大家各自的喜好。那我们今天来的这一家呢 Ogura， 他们家用的呢就是用鸡胸肉制作的。据说这一家 Ogura 呢是南蛮炸鸡的创始店，他们从昭和34年就开业了，然后一直不断的维持他们这个传统老口味到现在。那他们家使用的是鸡胸肉，而且这个酱看起来就超有罪恶感，感觉超好吃的，马上来试试看看。而且我觉得他们家的分量很大就 CP 值很划算。我们刚点的这一个炸鸡南蛮的套餐啊，加起来是1400元，可是可以看到它的炸鸡真的是跟手掌差不多大，然后还有附上这一碗白饭，这个酱一定是超下饭。いただきます。他们家是甜的酱，刚好是我最爱的。而且它的那个鸡胸肉啊，真的腌得很入味耶，吃起来也完全不会柴，非常推荐大家。在日本许多城市的车站前都会有热闹的商店街，不仅适合逛街购物，还藏着不少当地人最爱的老店。宫崎车站前的橘通便是当地最受欢迎的商店街之一。在这里有一间创业70年的和果子老铺 Okashi no Hitaka 和果子日糕。提到日糕，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招牌的 Nanjakura Daifuku 和起司饅头。我们这次因为刚吃完南蛮鸡实在太饱，就决定买人气超高的起司馒头回去，当做伴手礼送给同事。这款起司馒头每天可热销上千颗，美味的秘诀在于使用特制植物性起司，入口即化，酥脆饼皮用优质小麦粉制成，混入杏仁与葡萄干，带有淡淡的奶香。无论是搭配咖啡、红茶，甚至作为下酒的小点心，都非常适合。晚上我们来到西橘通，那这边是宫崎市，我觉得应该是最热闹的一条街区吧。没错，这个已经晚上8点多了，快9点了，这边还是非常热闹，而且我感觉还刚开始而已。有点像那个缩小版的新宿歌舞伎町那种的感觉，然后有非常多的居酒屋啊，那种小酒馆啊，然后无聊案内所啊之类的，这是可以说的，到处都是。然后听说呢，在宫崎这边的上班族啊，下班就会蛮常来这边喝一点。哦，那我们就来见见世面，但没有要喝。没错，而且听说喝完之后还有一个特别的行程，什么行程？无聊案内所？不是一个甜甜的东西。甜甜的东西。好，我期待哦。大家知道宫崎有个喜妹 Parfait 文化吗？那就是用一杯圣代来当做夜晚的完美 ending。我们这一次就来试试这家水果店改造而成的马路易。一走进店里，可以看到玻璃柜里满满的水果，草莓、芒果、葡萄，每个看起来都超诱人。最后命名选了莓果圣代，酸甜的莓果配上冰凉的冰淇淋，清爽又满足，刚好画下完美的句点。如果来宫崎玩的话，也一定要试试这个用圣代结束夜晚的特别文化哦。嗨，大家早安！我们今天是这个南九州鹿儿岛宫崎的第3天。那我们今天来到呢，就是在宫崎的日南市的这个醍醐神宫。那这个醍醐神宫呢，其实就是在海岸边的悬崖边，所以我们刚刚沿途开过来呢，其实就看到非常漂亮的海景。真的，我觉得这边真的要自驾来，因为沿着那个海岸啊开过来，真的是感觉心旷神怡，景色超级好。那这个醍醐神宫呢，它所祭祀的神明是神武天皇的父亲。据说这一位神武天皇的父亲呢，就是在醍醐神宫这边的洞穴里面诞生的，所以呢，这边也是一个非常有历史渊源的景点。那我们就赶快进去看看。Go！我们刚刚开车沿路过来啊，一路看到非常多这种铁苏，还有椰子树这类的植物，我觉得很可爱耶，超有那种南国度假氛围的。
哎，我现在才发现它是酥铁还是铁酥？它是铁酥啊，但是它是 salted 啊，台湾是念台湾是铁酥吧？哎，真的耶！有没有植物专家留言告诉我们？旁边就是海，超级壮观的。它其实有一点像坡上宫那样，但是我觉得这边的海岸好像在更广阔一点，然后还可以听到波浪的声音，好疗愈。比如说道和神社啊，就是狐狸嘛，然后天满宫是牛，这边这个醍醐神社呢，所祭祀的神祇就是兔子。真的好壮观哦！就是这个洞穴，传说中的神明出生的洞穴。然后旁边就可以看到一片汪洋大海。醍醐神宫的本殿坐落在面向日向滩的天然洞穴之中，相传是神话海信、山信中山信宴与丰玉公主诞下主祭神的地方，因此也被称为产殿。第一次走进洞穴里参拜，伴随着海浪声与潮湿的空气，感觉格外神秘又特别。洞内除了庄严的本殿，还有能祈求健康与开运的兔子神使，以及传说能保佑安产育儿的乳石，因此深受女性游客喜爱。好，那在这个醍醐神宫呢，还有一个非常知名，一定要来体验的，就是这个投石。那这个投石呢，它的正确名称叫做运玉，投了就会非常有运气的一种小石头。那它的做法呢，是往海中这一块称作为龟石的岩石，中间有一个小框框，然后你投进去之后呢，你的愿望就会实现。而且它还有规定，就是男生要用左手，女生要用右手投。哎呦，感觉有点难度哦。我觉得应该对夫女来说很简单啊，毕竟他是打棒球的。但是对我来说，我可能就有点困难。那这个运石呢，它是一组5颗，总共是200日元，所以我刚刚就买了1组，现在马上来试试看。啊，好难哦，超难的。哇，可能要远一点点。好。啊！完全大失败，太难了，我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夫米身上，请夫米投中后帮我许愿，谢谢。OK， 换我试试看。那你试试看。再来换我。夫米前棒球队队长，你不要漏气哦。好，没问题。男生左手哦。左手，你是男生对吧？我左手没有错。OK。好，来开始哦。好。会。啊，有点过远了。再来。好。哎。中吗？中了哎。真的假的？那你赶快许愿啊。好，接下来。许好了。嗯。哎，如果5个都中，就可以许5个愿望哎，好划算。再来继续。好。OK。好，还有两个机会。你2个都中了。中了。好强哦。哎呦，歪了。最后一个。啊，稍微偏了。OK。投5中2，我觉得蛮好玩的。没有丢脸吼。没有，应该是没有丢脸吧。OK。旁边还有一个教练在看。教练好，教练你没有投哦。教练你是不是怕失误不敢投？这是钱。原来是没有钱的部分。好，我们刚刚进来这个咖啡店之后呢，发现它有卖一个非常可爱的东西，我们觉得非买不可，就是这个，它这是芒果圣代，而且上面还有一个这个小鸟居的饼干，好可爱哦！我发现宫崎人真的很喜欢吃这个圣代，对不对？而且宫崎店真的好多水果，哦，就很有亲切感。哇，先吃一块芒果。好好吃哦！那芒果很甜，应该是我在日本吃过最好吃的芒果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然后呢，我来看看它的，冰淇淋的地方也是就是蛮绵密的，奶会很重很浓。那我来吃这个鸟居吗？可以啊。可以吃吗？有一种不敬的感觉，要先拿回去拜。啊好，拜一下。它是有加一点糖霜的饼干，对，吃起来甜甜的，但感觉吃下去之后有保佑的感觉。神功护体，
好，那我们吃完之后就有体力再前往下一个景点 ，Go Go。我们现在来到宫崎最具代表性的摩艾像，那这个景点呢叫做 Sunset 日南，那它这边据说是世界唯一得到许可，就是可以复刻复活岛那边的摩艾石像的景点，非常的壮观，而且它一样呢就在海边，所以呢开车过来，光从停车场就可以看到超美的海景，这件事非常的棒。整个园区内呢，除了最知名的摩艾像以外，其实也还有其他的装置艺术可以看，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带小朋友来的话呢，在这边亲子游很适合可以逛上一整天，因为它的园区范围有一点点大，而且有一个小山坡，所以大家如果有带驾照和驾照1本的话，也可以在这边租园内用的那种小车，自己开车来绕一圈，我觉得也非常的棒。那这边呢，总共有7尊摩艾像，其实它们分别有不同的含义哦。像是最中间的它就是祈求世界和平，那从右到左分别还有像是祈求事业运、恋爱运、健康运、结婚运，还有金运跟学业运，各式各样的都有。所以大家如果有想要祈求的事情的话呢，也可以来到这边跟对应的摩艾像合照。哇，还有泡泡哎，怎么那么梦幻？福米，你要不要去那边拍照？你要不要去那边转一圈？哇，福米仙子最喜欢的泡泡世界。我吃到。Oh my god， 打到脸上了。我们今天中午呢，就是来到宫崎的市区，然后在地的朋友跟我们推荐这一家叫做平家之乡，今天要来吃鼎鼎大名的宫崎牛。宫崎牛耶，期待超久的。没错，真的是久仰大名，因为它的特色呢，就是它的油脂非常的清爽，然后吃起来味道又浓郁。我们已经吃过了鹿儿岛的嘛，今天我们就来比较看看。那我们今天吃的这家平家之乡呢，是一家非常知名的店家。那它的呢标榜就是说他们使用的是在地的宫崎牛之外，汉堡排呢是完全不使用任何粘着剂跟任何添加物，所以可以吃到最原味。这家除了有卖牛排以外啊，它也有卖汉堡排，而且他们的汉堡排呢是会新鲜帮你现切，在你面前现切现烤，然后再帮你淋上那个酱汁，所以在面前滋滋作响，我觉得真的看起来超级好吃。对，真的是视觉味觉的双重感受。然后呢，在平日呢的中午还有非常划算的这个午间套餐。今天比较可惜一些，我们是假日来，所以只能用单点。但是呢，就算是单点，大概含税差不多4000出头。对，所以如果大家平常日来的话呢，就可以点到非常划算的午间套餐。我觉得其实这个价格也还算可以接受哎，因为它是宫崎牛和牛嘛，那4000多的话换算成台币大概应该是现在700多，也就是不用1000日元。对，我觉得算是 CP 值蛮高的， CP 值蛮高的，而且它的用餐环境也非常的舒适。好，いただきます。那我就先从这个牛排开始好了，吃一口。怎么样？感觉到火山已经要从鹿儿岛那边爆发过来了吗？我觉得它非常好入口之外，你咬下去之后，它就是在你嘴巴里面爆发出来的那个油脂啊，和牛嘛，所以油脂部分应该会比较多一些，但是吃起来不会腻，就是那种汤汁的感觉爆发开来，然后吃到浓浓的和牛的味道，所以我觉得小小一口，但是吃起来非常享受。他刚刚还有很贴心的问我们习惯的熟度是怎么样，然后店家推荐的是 medium， 应该就是5分熟。我觉得这个应该要配饭哦。哎，真的，然后就吃咯。日本吃牛排就是要配饭，有够好吃，人间天堂。经过那个厨师在那边手打过，所以它更有弹性一些。刚刚吃得到是和牛的这个香气，但这个呢可以吃到嚼劲，所以我觉得是2种不同的享受，然后再配上一口白饭，人间享受。那除了就是原味吃之外呢，它其实旁边还有附很多的酱汁。那右边这2个呢是当地由
用当地的食材做的这个日向夏，就是有点像柑橘类，让你吃起来比较清爽一些酱汁。所以如果大家吃到后面想要换一点点口味的话，也可以使用他们推荐的那个酱汁。赞。因为它是直接用铁板炭烤，所以外面那一层烤的脆脆香香的，好好吃哦，而且很有一种炭烤的香气。还有附这个蒜片哎，完全不用加调味料就超级好吃。好吃到跳舞。好，吃完午餐，我们现在来到青岛这边。那我们等等要去青岛神社。我觉得青岛这里超漂亮哎，而且不同于刚刚日南那边是沿岸啊，青岛这边竟然是沙岸。那在往青岛神社的这一条路上呢，旁边还有一个海水浴场，所以我想刚刚那些穿泳装的人应该就是要来这边玩水的，非常的羡慕他。我们今天没有要玩水吗？我们今天没有要玩水，没有那个福利画面。那我们赶快继续往前往那个我们等等准备要去的青岛神社。好酷哦！超级浪漫的，它真的就在海上哎，在那个小岛上看到青岛神社的鸟居了。然后在这边呢，还有非常壮观的这个自然景象，叫做鬼之洗衣板。那它其实是经过海的侵蚀还有堆积形成的自然景象哦，很像是那种以前阿公阿嬷家会用的古早洗衣板一样，一层一层的，所以又被叫做鬼之洗衣板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到青岛神社了。那我觉得它的位置呢，真的非常的特别，因为它就在远方的一个小岛上，然后你需要过一个桥才可以抵达这里。那在青岛这个小岛屿上啊，因为周遭的洋流都是黑潮的关系，所以它的水温会比较温暖，然后这边降雨也很丰富，所以在这个小岛上其实有一个非常丰富的生态系，尤其是这边有很多亚热带植物。那另外这个青岛神社呢，因为它祭祀的是一对夫妻之神，所以呢在这边祈求圆结或是夫妻圆满也非常的灵验，尤其是这边在海边真的是超级浪漫。你在这个神社的正中间由内往外看，就可以看到神社的红色建筑物搭配外面的海景，真的是超适合约会。所以我觉得不管你是情侣、夫妻还是家人朋友，其实也可以。如果有来到宫崎的话，绝对不要错过这个景点，真的太赞。在青岛神社有一个很特别的祈福仪式地点，从正殿往后走的路上会先经过祈愿古道，这条小径挂满了信众写下心愿的绘马，形成一道拱形通道，最多曾有上千块绘马，大多祈求考试合格、安产顺利。古道两侧被茂密的亚热带植物包围，午后阳光穿过枝叶洒在绘马上，光影交错的美景让人忍不住停下脚步拍照。穿过祈愿古道来到正殿后方，就是体验天之平瓮投掷的地方。平瓮是一种自古用来占卜吉凶的薄陶碟，祈愿的方式是先手持一枚平瓮，行2礼之后，在心中默念愿望，然后将它投向盘径，若成功落入范围内，代表心愿将实现；若在落地时破裂，则象征开运除恶。这项体验只需200日元，就能感受古老祈福仪式的氛围。我们早上在醍醐神社看到了煎鱼的千师，然后现在呢，在宫崎的青岛神社这边竟然有饺子版的，超级可爱。那它这边也有写说，其实宫崎市啊是日本全国饺子消费量最高的一个地方，所以呢，他们就特别把这个御神签做成饺子的造型，超级可爱。我要来抽一个试试看。我看到有一颗在发光了，我就是要这个黄金饺子。那它抽一次是300日元。对啦，你看，超级可爱，开箱喽！哎，它是分开的耶，这签在外面。饺子就是当做纪念用，好可爱哦，超可爱的，你要不要也买一个？鸡。哦，很强哎！哈哈哈哈哈！好的，我们已经还完车，现在到那个宫崎机场，准备要回东京了。这一次南九州之旅，我真的是给100分中的1000万分哎！尤其是宫崎，我个人超级爱，我甚至已经在考虑要来移居宫崎了。怎么说呢？因为宫崎这边啊，真的是有山又有海，然后因为我们这一次自驾嘛，所以一路上呢又可以看到除了有海景、山景，还有森林，然后还有一整片的田园，我真的超级喜欢这边哎，尤其是这里的美食真的是太赞了，深得我心。像是我们今天中午吃的宫崎和牛牛排，然后还有昨天吃的南蛮炸鸡，然后这一次去鹿儿岛，我觉得也非常的好吃，那个黑猪涮涮锅。九州这边真的是美食天堂，又是美景天堂，我超级爱这边。
我觉得非常值得推荐给大家。如果有来九州的话，来南九州试试看不一样的日本。真的超赞！现在还没有那么多观光客，几乎都是本地人，所以我觉得真的有那种找回日本旅游初心的感觉，非常推荐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吉田社长。想看更多精彩 MV 或是日本旅游相关资讯，记得订阅吉田社长 Japan TV。多多支持我们哦！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好，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这一次拍摄的南九州鹿儿岛宫崎之旅的话呢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